大家好，我是 Amber。我们现在在高雄亚湾的游艇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晨间散步，好，顺便就想说来拍一下好了。怎么顺便？你少来，你们特意要来拍游艇的。没错，因为高雄以前有这个游艇王国的称号，那现在呢，不只是帮各大世界品牌做代工，这个游艇码头的观光也做得非常好。对，以前高雄港是没有在停游艇的，以前没有观光化，这几年观光化以后，一台一台各种大小尺寸的游艇。白色的停在港口边，非常漂亮。这是台湾目前各大城市都还看不到，只有高雄有。是，那身为在地的高雄人，也是认识一些游艇朋友们。没错。那今天我们就商借了3台船，让大家开箱一下这个海上豪宅。期待一下，平常不能拍的哦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最近的这个高雄房价飙涨，我也顺便来看一下，我能不能把我的目光放到海上，去买一个海上可以移动的房子，然后它还可以带我世界旅行。听起来真棒哎！对，看船呐，走。我们现在在第一艘，这个是由回龙游艇 Hilux 他们制造的M44动力游艇，那它是由纽西兰的 Salthouse 设计。这艘船的长度是44.4英寸，我觉得呢，等等，英尺，英寸很恐怖哦。它的外观就是白色，非常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，你上这个船，你会感觉这个船其实大于44.4英尺，它的通透感是非常强烈的。跟着我走，一进来就是这个外面的交谊区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看海啊、chill啊，也可以当做户外的餐桌。那座位非常的多，这里应该可以坐到4个人。然后这个 L 型的沙发区也是，我觉得5个人都没有问题。这一区很漂亮，因为他们的柚木地板，我觉得是比较白色系一点的，就不会有那种很黄的感觉。但是用久了之后，当然它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，会越用越漂亮。身后的就是我们的室内空间。船上的这些门啊，都有很多锁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船它是会一直晃动，所以任何可以开的东西，它都会加上锁，以防你就是在晃动的过程中它会碰撞，然后会导致它损毁。这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是，这里面其实就是厨房跟室内的客厅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全部打开哦。哇！当然，这个打开就变成一个户外的吧台。没错，里面的厨房变户外的吧台。身为一个爱做菜的人，一定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交流吧？那他把这个窗设计的这么大片玻璃，但却还可以轻松的打开。我刚刚一只手，然后这油压感就顺顺的推上去，很棒。对，就我在这一边想要吃东西，回头讲一下，就有东西有人一直送过来。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。对。然后这个就是厨师的作业区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厨房，给的东西也是非常的足够，就是一个电磁炉。然后就是那种很美式的，就是一整座，它下面连接的一个完整的烤箱，而且它的烤箱有小的烤箱抽屉，还有大的烤箱，所以你可以不同的温度跟不同的料理同时进行，这个很贴心。水槽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也是还有小水槽。对，就是比我们家还要更讲究这个机能小水槽要干嘛？小水槽就是你可以洗一些比较杯子啊干净的东西，有时候这里可能比较油腻或者比较多菜，你在洗东西，食物类的。然后这里是饮水机，然后这里有一台那个微波炉吧，这个不锈钢面跟他们整个调性很搭。然后这个厨房它做一个是么字形的，一个人站非常的宽敞。像这个台面啊，因为船会晃动，所以都做的跟住家细节不太一样，会做一个蹲起来。那我觉得这里很酷，是他们都会利用空间到极致。这里竟然有一个冰箱，哇！而且这个是放冷冻的，它就是储藏。可能你去海外环游世界的时候，你要放很多食物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肉直接买起来堆起来。那你平常要吃的轻食有另外的冰箱。我觉得游艇最厉害的是，它可以把所有的空间用得淋漓尽致，绝不浪费。这个抽屉有够多。对，游艇就是收纳很重要，收纳达人啊。然后我觉得他们抽屉真的超精致的，我没看过人家厨房抽屉里面给我用绒布，它里面还铺绒布，对，很舒服的这种珠宝柜的那种。它这个是把手，但是也是扣环，就是进去之后它就不会因为船的晃动让它的滑轨把它推出来。放杯子还这么正式，用得很像珠宝柜一样。然后你看连这个细细的地方也有一个柜子，放你的抹布哦，不错吧？然后来到这边。
他们就是有这种抽屉式的冰柜。哦，最喜欢这一柜了，通常打开都会有啤酒，还真的有真的有，通常打开会有饮料跟你今天要吃的东西，就会先冰在这里。这样其实蛮大的，很大很大。这一个抽屉柜我很喜欢，打开来可以放很多东西，小朋友的天堂，零食啊。什么清洁用品？对，双面的，看要做什么都可以。没错，其实很喜欢看游艇，就是这样，把小小的空间做很多的利用。对，就很像在看房子一样。哦，对，真的，我们真的就是在看房子啊！你在看的时候就要想象自己要怎么使用。然后这边就是结合了驾驶舱跟室内的用餐区，然后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，他们一直很注重这种通透感，包含它旁边的窗户，这样一整片大的，然后作为无边框的感觉。我昨天一上来参观的时候，还真的以为玻璃是打开的，我没注意到这里有一块玻璃，视野非常的好，海就在你旁边，但是怎么样嘞？又有冷气吹。这艘船的室内真的是视野很好，几乎无死角，算是上过几艘船。这艘船的玻璃是特别大的，特别大，然后特别透。对，那加上驾驶他在开船的时候，当然也是怕会撞到冰山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个视野感是很重要的。你会讲太严重了。我觉得它很棒哎，就是我很想要体会当船长的感觉。那我一坐在这里，发现跟我以往坐的船真的不太一样。有些船长的位置就在2楼或独立一个地方，那就比较孤单一点。可是因为你买这种船，可能自己就是船长啊，或船长就是你朋友，那我这样子的互动有没有？我一边开船，顾到大家的安全，还可以跟朋友们聊天吃东西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个船长可能有时候会需要去甲板作业。这个窗户可以直接走出去哦，是啊，它虽然叫做窗，可是它设计的也是比较无边框一点，让你有状况的时候，出去赶快看一下，没事吧？没有撞到冰山吧 ？OK， 很安全。最在意的就是它要怎么过夜。好，我们下去看一下吧。他们这个格局呢，就是2房1厅1卫。那我身后就是主卧室，它给的是一个双人床那他们的床垫当然就是定制型的，不是一般的国际尺寸。但是我应该可以试躺一下，很宽哎，感觉到吗？感觉得到啊，因为它虽然做的是锥形的，但是一躺起来，其实很宽哎。这边就有很多地方可以放东西。然后其实这个门片整个都是实木的，然后它是手工制作，它要做这个边框啊、防撞，然后还给你做倒角，其实蛮细腻的，而且油漆做的很好摸起来非常的平滑，对，又有质感。这是第2个房间，它非常的小巧可爱，可是却可以睡3个人。然后上面这个床超级可爱的，把它垫高之后呢，下面做了一整个收纳柜。那上面它就是用皮革做这个包板，然后还做曲线，所以会让你觉得很轻盈。那我实际上躺看看，这里都是皮革包板，所以都是软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！你脚可以伸直吗？可以耶。这个寝具很好，然后这个配色我也都很喜欢，整个在上面是很舒服，跟我今天颜色很搭。真的，你该不会就要住在这里了吧？好舒服哦。里面应该也是绒布吧？没错。对，它的设计就是始终如一，就算在这个次卧也不会省下这些成本。这个是他们的厕所，厕所也是游艇很重要的一环。没错，也是房地产很重要的一环。游艇的厕所这样子算是蛮完整，对，而且我觉得算宽的。旁边有收纳柜，这里可以放一些牙刷呀、洗面乳。那它的镜子是在这个方向，然后它有一个挂毛巾的架子跟这镜子这么大片哦。对，其实也是有放大的效果。然后通风扇，空气是一直有在流通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天窗。我现在才知道 Dometic 也有出马桶因为我们的露营冰箱也是这个牌子的。一个完整的马桶，然后我坐在这边的话，距离很棒，膝盖不会顶到，然后还可以跪手，其实蛮有安全感的。但可以好好洗澡的淋浴间，甚至还可以坐着，这对游艇来说是很奢侈的。很奢侈，而且能坐着洗澡超级幸福的这个人体工学非常好，就连坐的地方这里都是有打过圆角，然后它接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非常舒服的材质，不会让你觉得说碰撞到会痛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有一个灯跟抽风扇，我大概想要在里面待半个小时以上，不想出来，想好好洗个澡。那你最后一个洗。嗨，
嗨，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Andy。嗨，好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借这台船拍一下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刚刚那个 Christian 有说时速最高的话，6个小时可以到10元岛，那这样时速是多高呢？在海上都用节来讲啊，那它那个刚讲那个速度其实是20节，这艘船的 top speed 是32节。以速度跟省油的那个速度是最棒的，最绿能但是又有速度的状态。对 ，OK。最重要的多少钱？是的，请问这个开价多少钱呢？4000万哦，台币是吧？对。那你觉得用简单的一句话或是简单的话来形容总结这个船，你会怎么给它一个定义？这个是一个休闲用的私人游艇，非常适合在台湾这个地方吃个饭，然后出去钓个鱼，开去澎湖，开去绿岛、金门，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休闲用游艇。现在最主要的是销往哪里？目前主要是美国跟纽西兰，不过两边其实台湾我们目前也想要走台湾的市场，所以这次在台湾游艇展也是特别的展出，没错。喜欢的话，下面联络奎龙游艇。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船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女神才会站在这里。刚看完了4000万的海上豪宅，那现在来看一台芬兰进口的热爱户外的休闲贵族船。这是一条28尺的船，然后极速很快哦，可以开到40节，40节差不多就是简单一点，直接乘以2，时速80公里，快耶！对，那这条船呢，它的价格非常亲民，到最后跟大家讲会跌破大家眼镜哦。那它也是一个改装性非常多的船哦，可以依照你的想象去做非常多的改设这样子。那这里有个平台，打开来以后是一个厨房，在后面的厨房，所以你要在煮东西啊、吃饭、喝饮料都可以。那这个船主呢，他非常喜欢钓鱼，所以看到好多插孔，有没有？这船上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有20几个插孔。它是一个蛮精巧、灵活的船。我们去船头看一下，船头蛮旧的。好，走。这是它的前面，好，前面有这个沙发，那这个桌子是可以拆卸的，然后放在这个椅垫下面，哦，下面都是很大的置物空间，可以躺，可以坐。在前面完美拍照区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桌子啊有2种桌脚，它还有另外一种桌脚是只有半高的，放下去以后上面再套个椅垫，这里就变一个大床。哦，前面还可以再躺个2个人是 OK 的。如果不怕的话，直接睡外面也是可以的。想上厕所吗？想。厕所就在这里，哎，它会卡住哦。哦，那里面其实蛮舒服的，很深哎。哦，不想出去了。啊，没有洗手台，然后置物的空间，其实是很舒适的马桶。这是一个很有变化的驾驶舱。后面平常是一个沙发，如果要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往前拉，变成一个床。那这个前驾驶座呢，也可以往后转，这样就可以把脚伸直哦。然后这个驾驶的地方呢，它的靠垫有2层，平常是这样变走道，要驾驶的时候也可以放下来哈，然后变成一个比较慵懒的姿势。那平常开船没有要激烈驾驶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。那如果要激烈驾驶的话呢，通常脚要出力。然后用脚的力量，而且我们的视野要比较高，所以就可以这样子弄着，然后这样开船。所以它有2段，这样子去做。哦，是一个很小巧的船。刚刚讲什么？热爱海洋的休闲贵族。没错。住在高雄的人有这样一个船，平常停码头，然后朋友来游个港，想钓鱼的时候出去玩一下，真的是很 chill 哎。猜一下价格？价格哦，现在公开了吗？对啊。不用1000万，大概700。扯不扯？700就可以玩船了，在高雄。这是我们介绍第一台 CP 值高的船，等一下去看另外一台，也是很扯。走，看一下下一台吧，2房2厅1卫。我们来到第3台船，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哦，这条船就是一个可以入手的家庭小豪宅，海上小豪宅。对。然后旁边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就是我们奥莫尔游艇的 Alan。好，那这条船呢，听说就是 CP 值很高，然后变化很多。这条船是有一个叫做上飞桥的地方，就有上面的空间。是。它为了要把后面的空间做变化，甚至这个梯子可以往前移动，变成一个直立梯的。对，我们把它的空间改变，但是我们不会去影响到我们能够上下的流通性，所以它还是可以去做攀爬，只是说可能会变成直立梯，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。那后面的这个椅子也是可以往前挪的。哦，下面有轨道，看到吗？这有轨道。主要是可以很直接的去改变它的使用空间。它这块延伸出去的区域啊，平常是可以拉起来的。然后停好船就可以放起来chill，多一个空间。你进来的时候，首先是看到这个推拉门，它是4片式的嘛，然
然后它可以开到很里面。对，它这样完全全开的就是这个状态，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空间感是很连贯的。Alan 刚刚也跟我说，如果小巧思，如果想要增加室内空间，就外面用个布帘再加装一圈，整个就变成室内空间非常大。然后这个外沙发跟内沙发中间这里只要稍微定做一个小东西，对，可以再多一个连接垫，就变成一个包厢。这可以躺2个人呢，整个外面躺3、4个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到里面厨房的地方了，这是橱柜的地方，打开来，这里有2个瓦斯炉，双口的，这个是洗手台，旁边有2个杯架。那这个都是可以跟厂商定制嘛？对，这可以选电磁炉、IH 炉，对，或者是瓦斯炉。下面就是冰箱嘛？对，通常哦要拉一下 ，OK。航海用冰箱都是这样，都会有锁，对，都会有锁。然后这是一个沙发，来看一下驾驶台吧。你刚刚有说这条船的驾驶有手推，然后有压浪板。就是都是让我们更好的去开船，然后有更好的效率。比较特别，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说，通常游艇的驾驶椅上面都会有这一个踏垫的。那这个踏垫的作用就来自于说，我们一般在航行的时候，可能低速航行我们是这个样子在开，对，那我们这样的视野是固定的，高速航行的时候它是会颠簸的。那我们通常就可能需要靠我们的脚啊去支撑一个固定点，然后去做我们膝盖的缓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拉高，它可以变成是一个我们的后靠垫，或我们直接坐上来增加我们的高度，增加我们的航行视野。这个在几乎所有的游艇的驾驶椅里面都会有这一个设备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瞄到里面的床超大，这艘船是2房嘛？对，2房都是双人房，都是成人，都是可以。我们下去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很深的隔房，真的成人脚可以伸直的。哇，这里面比我想的还要大很多哎！大人在上面聊天，小朋友可以在下面玩牌。好，这是主卧，哇，这也是可以睡3个人啊，硬要睡的话3个人是可以。然后我看它这个床啊，它有做这个缝是它可以折起来嘛，下面放东西嘛。对，因为床垫都是不规则的，所以它都会去做组合式。然后下面是置物空间 ，OK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厕所啦，能不能好好的洗澡？这是厕所，有个洗手台、马桶。以36尺的船来说，这样的厕所是非常豪华，甚至洗澡可以坐着洗，太棒了。我们之前也有上过一些船，有些洗澡就是这样站着，木乃伊式的所以看到这样是非常开心的，很棒很棒。它有一个双开门，一个是客人要用厕所的时候走这里，主卧要进厕所的时候就不用再走到走廊，直接开这个门就可以进来。OK， 这样2个门，2个门这样。好，上飞桥喽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海上招待室，随便坐随便坐。驾驶，然后这里有2个沙发都是2人坐的。那 Amber 现在站的地方那边也可以躺人，对，靠垫可以把它移过来，应该可以拆掉嘛。转动过来，它就变成是后面躺垫的靠垫了。对，那就变成 Amber 站的那个地方可以躺。对，秋一个，这个好舒服哦。这样子摇摇晃晃，真的很像在摇篮。这艘船是法国制的，对，所以旁边会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看完这一艘可以入手的海上小豪宅，适合中大型家庭其实都可以了。对，其实就是真的要睡觉的话，我觉得到6个成人都没问题。对，因为它的整个有3个活动区域可以去划分嘛，所以其实人数每一个小组的人数不会说太拥挤这样。看船就是这样，很像我们去看房子，就是每一个房子虽然大小形状都小小的，但因为它的设计跟装潢就可以变化出很多东西。看船有趣就是这个样子，像这艘船也是蛮多魔术空间的。对，价钱的部分，这一艘来讲的话呢，它大概会是落在1500万台币，但是就是试选配。所以我们说，在这个尺寸的船有这样子的使用空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具有 CP 值的选择。它是搭载2颗300匹的引擎，对，那是旋外机，对，那它的速度这样基本在跑是可以到30几节的。定金先付了，这个软度我可以上香槟哦，成交上香槟，水手的香槟呢，看着我觉得心很痒我会觉得说，这价格我好像可以入手那种感觉。但是如果我要说今天这3艘里面，我们各选1艘，我们喜欢或是我们理想中觉得符合需求的。你问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我是有无限大的资金还是没有，还是以现在的状况？我们可能未来会有无限大资金的话。OK， 我是觉得说
以我现在的状况，我只能看钓鱼的那台28尺那台，那个很棒我就一个人，然后开在高雄的旁边看那个高楼大厦，想要去钓鱼就钓鱼，想要找朋友上来秋一下就秋一下，然后想睡就打平就是睡这样子。玩水，如果真的要潜水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潜，对啊，真要潜水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开出去啊。就是那台的自由度很高，而且它是比较适合你还 base 在高雄某一个城市，然后你随时想要出海 chill 一下，然后我会这样子想，可能也是因为我还没有家庭，所以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东西来玩这样子。对，人家开着出去约会超赞的，马上中。然后有家庭就换船，然后你就要慢慢进阶到现在这一艘。你呢？我的话，我比较理想中的有船的生活，我觉得会是环游世界。就像我开头讲的，我的梦想就是开着船环游世界，我不用依赖其他的交通工具。那我会觉得M44很适合。那个很舒服的样子。你必须长时间待在船上，那你就要用很舒适的，比如说我很注重厨房的机能，然后它的烤箱真的是有打动我。所以我会想象说，如果我去比如希腊的那个鱼市场买很好的鱼，我今天要做烤鱼料理。然后我可以跟我的家人朋友分享，然后那个厨房就会让我觉得很完整。你真的想的，你想的很上流。我想的很 detail， 很上流。感觉再过个10年，你就会出现在摩纳哥、地中海在那边玩船。其实船的价格真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以前不觉得船有几百万的，对，其实几百万就可以了，然后船到很贵的都有。其实我们今天看的都是千万，还有几百万的，其实船也有那种很多亿的，所以我觉得船是越来越亲民的感觉，不像以前觉得那么遥远。而且现在才知道，其实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玩船的地方，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了解一下，尤其高雄好漂亮。我要问一下观众，想知道你们的话，今天看了会比较喜欢哪一艘船？有没有哪一艘船就是比较符合你的需求，或者你觉得有打中你心中的梦想的？告诉我们，在下面留言。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、IG 说言都有嗨，有问题要问我都会回哦。热推，我们也有会员频道。热推，拜。